崩溃，朝军从库尔斯克败退，乌克兰大军改，全部部队军团化，俄军进攻放缓或正在筹备大规模行动。马来西亚大量采购 F-18，鱼鹰事故频发，谁能替代？根据《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消息，朝鲜部队自数周前以来，从未再出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前线。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发言人奥列克桑德·金德拉科特在上周五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朝鲜人民军的存在已经在近3周末未被观察到，他们可能在遭受重创后被迫撤退了。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也表示，一些朝鲜部队在重大损失后被撤回。根据乌克兰和西方情报报告，约有12000名朝鲜士兵被派往了俄罗斯。报告称，其中有4000名士兵死伤。这些部队自去年11月以来已在库尔斯克地区部署，旨在抵御乌克兰军队在该地区的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在瑞士达沃斯的演讲中提到了，我们依然驻扎在库尔斯克地区，俄军的力量不足以将我们驱逐。泽连斯基还透露，库尔斯克地区有约6万名俄罗斯士兵和12000名朝鲜士兵，其中朝鲜士兵的损失达到了1/3。然而，根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基里洛·布达诺夫在接受战区采访时的独家声明，朝鲜部队在库尔斯克地区撤退的说法并不准确。尽管朝鲜部队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前线活动有所减少，但他们仍然在持续作战，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确实是源于朝鲜部队遭受了重大伤亡。布达诺夫表示，尽管媒体报道称朝鲜部队已经撤回，但事实并非如此。他透露，约有8000名朝鲜士兵仍在库尔斯克地区与乌克兰军队作战。虽然近来这些部队的行动有所减少，乌克兰方面仍在评估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布达诺夫补充称，朝鲜部队的伤亡主要是由于缺乏实战经验，以及他们在乌克兰军队的强大防守面前几乎没有重型装备支援。朝鲜部队主要依靠步兵和极少的战斗车辆执行进攻任务，而且这些进攻方式被认为是肉盾式进攻，即大量士兵在有限的支援下发起进攻，结果导致伤亡惨重。此外，布达诺夫还表示，朝鲜将继续向俄罗斯提供火炮、导弹和其他武器系统。近期，朝鲜已向俄罗斯提供了120门170毫米 Koza 自行火炮和120套240毫米 M1991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此前 CNN 曾经报道过朝鲜士兵的极端战术，有些士兵在面临被俘的威胁时，宁愿引爆手榴弹，而不是被乌克兰军队俘获。此外，部分朝鲜士兵还在战场上写下了效忠于金将军的誓言。乌克兰第6特种作战团的一名指挥官表示，虽然朝鲜士兵年轻且训练有素，战斗力强，但他们未曾遇过无人机作战，他们最多只能应对1980年代的战争。另一名营级军官则表示，朝鲜士兵在约100米的距离内表现出了很好的射击技术，显示了他们在朝鲜的高水平训练。然而，俄罗斯似乎将这些士兵作为炮灰使用，让他们执行大规模地面进攻。根据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1月26号的战况更新，乌克兰军队近期在库尔斯克地区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在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俄军收复了位于俄乌边境的库尔斯克地区尼古拉耶夫达里诺村。在1月11号，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俘获了2名朝鲜士兵，随后士兵身上还被发现了俄罗斯国防部的急救手册。但即便证据如此充分，莫斯科和平壤依旧不承认朝鲜部队在俄作战的事实。2025年2月3号，乌克兰总司令谢尔斯基通过官方社交媒体宣布，乌克兰军队开始实行重大结构重组，计划将现有的营级体制转变为军团体制。这一改革继续推进自2023年开始的军事结构调整，目的是进一步加强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能力。谢尔斯基在 Facebook 上表示，我们正在应对当前的挑战，并在这些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加强军队、武装部队的组织结构改革仍在进行中。我们已经开始实施过渡至军团结构的措施。这次改革的核心是将现有的营级单位整合成独立的军团，以应对更大规模的作战需求。军团体制的出现源于大规模军队的需求，
尤其在战斗范围扩大和军队指挥结构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军团的创建有助于组织能够在独立作战方向上执行任务的军事单位。乌克兰军事新闻网站指出，乌克兰军队的军团化改革是始于2023年，随着第9、第10军团的成立，乌军逐步整合了多个旅级单位。然而，在扎波罗热进攻后，新成立的军团下属旅仍然按照各自的任务，分别在不同战区作战，作为战术行动小组的一部分。谢尔斯基强调，陆军、空降兵、海军陆战队和新近成立的无人机系统部队的整合正在推进，特别是通过将无人机系统融入各个单位战斗的结构中，以提升作战效率。目前，乌军已知有第9、第10、第11和第12军团隶属于陆军。此外，乌克兰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也已分别成立了快速反应军团和海军陆战军团。该网站报告称，随着改革的推进，未来可能会成立更多的军团。现阶段，乌克兰防卫力量已经拥有超过100个不同类型的旅级单位，每个军团由4到5个机械化旅组成，同时配有侦察团或营以及其他独立的战斗和后勤支援单位。每个军团由1名少将指挥，旅长则担任参谋长和副指挥。随着这一军事改革的深入，乌克兰军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和指挥结构将进一步得到优化，为应对长期战斗和复杂的战场局势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视频制作不易，请大家多多点赞、评论支持。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俄军最近的动向。根据2025年2月3号的报道，俄军正在加大力度推进库皮扬斯克北部的战线，以推动长期的战略目标，即将乌克兰军队逐出奥斯基尔河东岸。从24年9月以来，俄罗斯军队在库皮扬斯克、斯瓦托夫、克雷米纳县的进攻逐渐加剧。尽管在24年初到中期，俄军的行动相对较为低调，主要是以步兵突击和规模较小的机械化突击为主。2024年9月底，乌军成功击退了一支俄罗斯机械化营级部队的进攻。该部队试图在皮什恰内附近展开大规模机械化进攻，这是从23年到24年冬季以来，俄军首次在该方向发起大规模机械化进攻。近期，俄罗斯在库皮扬斯克北部的进攻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在德沃里奇纳一带的战斗愈发激烈。25年1月30号和31号发布的地理定位视频显示，俄罗斯军队已经在德沃里奇纳北部和扎普季内附近取得了部分进展，并在诺沃姆林斯克西北部沿着奥斯基尔河西岸推进。俄国防部在1月28和31号分别宣称，俄军已经占领了德沃里奇纳。虽然乌克兰方面尚未确认这一消息，但是一些俄罗斯军事博主和情报来源也表示，俄军在1月31号已经占领了诺沃姆林斯克。俄军已经多次采用机械化突击的方式扩大库皮扬斯克北部的战线。据报道，从24年10月下旬以来，俄军已经进行过5次营级机械化突击，至少1次是营级以下的简编机械化突击。乌克兰方面也表示，从1月22号以来，乌军成功击退了4次不同级别的机械化突击，显示出俄罗斯军队的进攻力度不断升级。分析人士认为，俄军将库皮扬斯克方向作为优先进攻区域，并不断加强机械化作战的规模。据了解，俄罗斯第6联合兵种军扩大在库皮扬斯克北部战线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俄国防部表示，第25摩托化步兵旅在1月28号占领了德沃里奇纳，同时俄罗斯第69摩托化步兵师、俄罗斯志愿军和俄罗斯 GRU 下属的第2特种侦察旅也参与了这次战斗，并成功逼近了德沃里奇纳南部的 P79 公路。尽管俄罗斯在库皮扬斯克北部的进攻结构较慢，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俄军的战略目标显然是通过包围库皮扬斯克实现更大规模的战术目标。俄罗斯军方可能会从其他战线重新部署部队，以便充分利用德沃里奇纳方向的进展。与此同时，俄罗斯第1坦克禁卫军也在推进库皮扬斯克东部的进攻，并试图扩大该地南部的战线，准备越过奥斯基尔河向博罗瓦施压。尽管俄军在东部的进攻逐步加剧，但奥斯基尔河仍是俄罗斯进一步扩展战线的重大障碍。根据目前局势，俄罗斯的进一步进攻可能需要跨越这条河流，并在德沃里奇纳附近继续扩展战果，以便实现对库皮扬斯克的包围。为应对区域安全挑战，马来西亚近期积极推进空军现代化进程。
据外媒报道，科威特已同意向马来西亚出售30架二手的 FA-18CD 大黄蜂战机，交易现正等待美国国务院批准。此举不仅将使马来西亚空军战力倍增，更被视为其平衡东西方技术体系、强化区域战略定位的关键一步。根据协议，这批 FA-18CD 战机预计2025年完成交付，交易金额尚未公开。科威特空军近年正在以欧洲台风战机替换现役机队，这次转售既符合其装备更新计划，也为马来西亚提供快速提升战力的契机。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战机配置美制系统，交易需要通过华盛顿第三国转让许可的审查，凸显了美军在亚太军备市场的影响力。马来西亚对 FA-18系列并不陌生，从1997年起即操作8架同型战机，积累丰富的维护经验。据悉，马来西亚代表团24年10月已赴科威特实地考察了机体状况，对后勤支援体系进行了全面评估。军事分析师认为，相较于全新战机采购，二手的 FA-18集战力优势显著，但需投入资金进行航电升级和机体延寿，以匹配现役的苏30 MKM 和 FA-50战机的作战体系。目前，马来西亚空军主力包含了18架俄制的苏30 MKM、16架英制的英式教练攻击机，以及预计2026年交付的18架韩制的 FA-50轻型战机。这次增购的30架 FA-18CD 将使机队规模扩充近70%，形成重型、中型、轻型3层次的打击架构。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2003年就以9亿美元购入了苏30机队，实现了100%的本土化维护，展现其建立自主国防工业的决心。军事专家分析，此举反映了马来西亚东西方平衡的战略思维。FA-18强化了与北约体系接轨能力，苏30维持传统的空中优势， FA-50负担低成本巡逻和快速反应任务。此组合既能应对南海争端等区域挑战，也避免过度依赖单一武器的来源。不过，跨体系整合的技术难度不容小觑，包括数据链互通、弹药兼容性和后勤体系整合等，均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东南亚近期是掀起了战机更新潮，印尼采购了法制的阵风，菲律宾引进美制 F-16，加上越南持续升级苏30，可见各国对制空权的重视。马来西亚这次军购不仅填补了2017年米格29退役后的战力缺口，也可能改变南海周边军事平衡。据战事防务周刊数据， FA-18CD 作战半径达830公里，搭配 AN/APG-73 雷达和 AIM-120 中程导弹，可以显著地延伸马来西亚在争议海域的监控和威慑范围。然而，潜在挑战亦随之而来。科威特的这批 FA-18CD 平均机龄超过了25年，尽管经过中期寿命升级，其机体寿命和现代化程度仍备受关注。业内人士透露，马来西亚可能参照澳洲经典大黄蜂的升级方案，加上新型任务电脑与电子战系统，但相关改装成本恐怕占采购总额的30%以上了。此外，美国审批进度和后续技术转让限制将是影响战力生成的关键变数。随着区域安全形势日益复杂，马来西亚正透过多元武器采购与自主维护能力建设，逐步构建非对称防御体系。这批 FA-18CD 能否如期形成战力，将成为检验其国防转型成效的重要指标。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期发布了2025年航空计划，首次正式提出研发下一代突击支援机，以取代现役的 MV-22鱼鹰轻转旋翼机。尽管军方此前宣称鱼鹰将服役到2060年代，但最新文件显示，替代机型的初步研究已提上日程，标志这款争议机型或将迎来历史性转折。根据计划，现役的348架 MV-22鱼鹰将继续作为主力运输平台，目标机队规模将扩充到360架，目前部署范围覆盖美国本土、日本和吉布提基地。军方强调，正通过复兴现代化计划延长机队寿命，包括升级电子战系统、通信设备、生存能力模块及恶劣视觉环境飞行技术，并针对去年导致全面停飞的传动齿轮箱进行重点改造。2023年12月，日本海域的 CV-22 坠机事件引发的3个月停飞，使该机型的安全性再度成为国会关注焦点。
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副司令理查德·乔伊斯准将曾在24年3月表示：“我们的视线从未离开鱼鹰，他仍将长期服役。”但最新文件证实，军方已经启动了 NGAS 的早期方案分析，预计2030年代初完成能力需求文件，2030年代中期进入原型机开发阶段，数字工程、开放式架构等创新技术将成为研发核心。NGAS 的研发路线呈现了多元化特征，陆军未来远程突击机项目中获胜的贝尔 V280 勇气轻转旋翼机，以及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主导的高速垂直起降技术均为潜在选项。波音子公司奥罗拉飞行科学与贝尔公司正在为 DARPA 的敏捷跑道独立技术项目开发验证机，其设计时速可达400节，远超现役鱼鹰的275节。值得注意的是，海军陆战队对舰载适应性有特殊需求，现役的 MV-22 可折叠机翼和尾舱坡道设计在 FLRAA 方案中尚未体现，这为技术移植带来了挑战。与此同时，军方持续关注贝尔 V247 警戒无人轻转旋翼机的进展，该机型可能承担补充打击任务。随着印太地区战略竞争加剧，NGAS 将着重提升航程和速度性能。现役的 MV-22 虽能以560公里时速实现3860公里作战半径，但在面对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时，空中加油依赖度高的弱点凸显。海军陆战队航空计划特别指出，2022年以来 ，MV-22 机队年均飞行时数达2700小时，远超其他旋翼机型，但高强度部署加剧了维护压力。尽管军方宣称 MV-22 的每10万飞行小时重大事故率低于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平均水平，但去年12月再次发生的 CV-22 事故导致短暂停飞，持续引发安全性质疑。国会两党议员已要求鱼鹰项目进行全面审查。NGAS 项目推进正值美国防务政策调整期，特朗普政府的新国防预算导向尚未明确，而海军陆战队需要在25到28财年规划周期内平衡现役机队升级和未来机型研发的投入。REVAMP 计划若包含机翼和发动机舱的整体更换，单机改造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日本作为目前唯一的海外鱼鹰用户，其维护经验和升级需求也被纳入了技术参考体系。随着菲律宾等亚太国家加强两栖作战能力 ，NGAS 的研发进程可能影响地区安全格局的演变。海军陆战队发言人强调 ，MV-22 将至少服役到2055年，期间通过维护性测试和系统重构保持作战效能。这款诞生于1980年代的第一代轻转旋翼机正站在历史传承和技术革新的交叉点，其替代机型的诞生或将重新定义21世纪中叶的垂直突击作战模式。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